你知道 Netflix 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个靠寄 DVD 为生的小公司吗？没有串流，没有原创影集，没有鱿鱼游戏，连网络都还不普及，他们居然就敢搞线上租片。更夸张的是，他们一开始连租片都没人想租。今天就让我们来讲讲 Netflix 怎么从一个被看衰的 DVD 网站变成全世界都在看的串流霸主。 Netflix 的故事要从1997年的美国加州说起。你可能听过一个都市传说，说 Reed Hastings 是因为被百视达罚了40美元的逾期还片费，气到想创业。这故事听起来很爽，但其实是后来团队编出来的行销神话。真正的原因其实比较无聊，他当时是个创业者，正在找下一个趋势，而 DVD 刚推出，网络刚起飞， Mark Randolph 又有一堆点子，两人一拍即合，才诞生 Netflix 这个尝试性项目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那个40块美金的愤怒故事虽然是假的，但也成功帮 Netflix 打响了品牌。当时有两个男人，一位叫做 Reed Hastings， 另一位叫做 Mark Randolph， 他们原本是同事，也都是创过业的人。 Reed Hastings 是个很有钱的软体工程师，他卖掉前一间公司赚了700万美金。 Mark Randolph 是个行销人，脑袋很活，很有点子。两人都觉得现在网络越来越发达，能不能做一个线上租片的服务？问题是那时候还没有串流这种东西，大家租片是怎么租？去店里租 DVD 或 VHS 袋子吗？那 Netflix 就有了第一个想法，不然我们开一个网站，大家上网下单，我们再把 DVD 寄给他。但这有个大问题， DVD 这玩意儿看起来很脆弱，经得起邮差乱丢吗？为了验证这个想法， Reed Hastings 和 Mark Randolph 做了一个超低成本的实验。他们去买了一张二手的音乐 CD， 因为当时还没买到 DVD， 只用一个简单的信封装着，寄到了 Reed Hastings 的家里。隔天他们紧张地打开信箱，发现 CD 完好无缺。就在那一刻，两人互看了一眼，心里想，这事能成，听起来有点像淘宝买东西，但不是买，是借，一样要还。更神奇的是，这个点子一开始根本没人看好。你可能会想说，怎么会？因为当时的主流是录像带，不是 DVD。DVD 太新了，美国才刚刚上市没几年，连 DVD 播放器都很贵。所以在1997年，美国人想看电影，第一选择是去录像带租赁霸主百视达 Blockbuster。 讲到百视达，真的是 Netflix 一生的对手，等一下我们会讲到那段最经典的复仇故事。总之，当时的 Netflix 打的算盘是，现在 DVD 还不普及，但我们先做起来，等未来 DVD 流行了，我们就领先别人一步。1998年 Netflix 网站正式上线，上线第一天网站就挂了，服务器爆掉，完全瘫痪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在媒体上打广告，还上了 CNN 新闻，大家好奇都跑去看，结果系统没准备好。不过这也算是好事，代表他们真的吸引到目光了。但接下来问题就来了， DVD 玩家太少，租片的人也不多，最惨的时候每天只有10几张订单。 Mark Randolph 后来回忆，那时候他们几乎是用意志力在撑公司。为了求生， Netflix 尝试很多招数，像是他们一开始是按片计费的，你租一张 DVD 收一次钱，但后来他们发现这样客户租一次之后就不会回来了，于是他们决定改成月租制，你每月缴固定的钱就可以无限次租片。这个转型就是 Netflix 后来成为订阅制霸主的雏形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加了一个叫做推荐系统的功能。2006年 Netflix 举办了 Netflix Prize 比赛，公开匿名用户观影数据，邀请全球数据科学家挑战推荐算法，谁能提升准确率 10%就奖励100万美元。这推动了他们在个性化推荐领域的行业领先。这个活动吸引了全球超过5万组团队报名，最后花了3年才真的有人达到目标。虽然这个系统最后并没有直接上线使用，但它奠定了 Netflix 在个性化推荐领域的领先地位，也帮 Netflix 在技术圈打响名声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你看了哪些电影， Netflix 就会用资料去分析，推荐你可能也会喜欢的片。在现在，这种 AI 推荐已经是标配，但在1999年的 Netflix， 这可是超级前卫的功能。2000年 Netflix 做了一个决定，也可以说是他们一生中最憋屈的时刻。他们去找当时的租片巨头百视达，希望被收购。他们开价5000万美元，结果百视达的老板听完哈哈大笑说，
你们这个做网络猪片的，是不是网络泡沫害的幻想太多啊？ Netflix 被羞辱的赶了出来，而 Netflix 创办人 Reed Hastings 后来就说，那一刻我就知道我们要干掉百视达。之后 Netflix 展开了疯狂进化。2002年他们在纳斯达克上市，股票代号就是 NFLX。 虽然一开始股价不高，但他们靠着月租、演算法推荐、免费退货、没有逾期罚款这些优势慢慢积累用户。但真正的大转折是在2007年 Netflix 宣布我们要做线上串流啦。你要知道这时候的网速其实还没有那么快， YouTube 才刚起步， Netflix 就要搞线上看电影，很多人都觉得他们疯了，但他们偏不信邪。一开始 Netflix 的串流功能只是补充，你租片可以顺便在线看，选择还很少，但他们赌对了趋势。随着宽频网络普及， Netflix 的串流用户越来越多，到了2010年，他们甚至在加拿大开了第一个海外市场，接下来几年就一路往欧洲、拉美、澳洲开拓。但就在他们顺风顺水的时候，2011年 Netflix 其实差点就把自己作死了。当时 Reed Hastings 觉得流媒体才是未来，于是激进的把 DVD 业务拆分出去，还要大幅涨价，这让习惯了一站式服务的用户非常愤怒。短短几个月，80万用户，退订股价暴跌了 75%， 媒体当时都说 Netflix 完蛋了。但 Reed Hastings 厉害的地方就在于，他很快公开道歉，撤回了错误的决定，并在之后几年靠着流媒体体验慢慢赢回了人心。Netflix 内部还有一个超级特别的东西，公司文化手册。 Reed Hastings 推行了一套非常自由但高标准的管理方式，例如员工可以无限休假，但你要对产出负责，公司不看过程努力，只看成果影响，绩效不好，就算人再好也会被请走。这份 Netflix 文化手册后来被放到网络上，甚至被 Facebook、LinkedIn 等公司视为模范，是硅谷最具代表性的企业文化文件之一。2011年 Netflix 遭遇了最大的生存危机，当时握有迪士尼和索尼电影版权的合作伙伴 Stars 电视台突然宣布终止合作，一夜之间 Netflix 流失了数千部热门电影。这件事让 Netflix 彻底惊醒，如果一直只是个二房东，随时会被房东扫地出门。于是 Reed Hastings 拍板决定，我们必须拥有自己的房子。2013年 Netflix 豪赌了一部剧，不同于之前的试水之作，这次他们利用大数据算出了观众最喜欢的导演、演员和题材，砸下1亿美元买下了《纸牌屋》。这部剧的爆红正式宣告 Netflix 从播放平台进化成了好莱坞巨头。而且 Netflix 还做了一件颠覆人类生活习惯的事，一次性放出 Drop All at Once。 在此之前，我们在电视上看剧都要苦苦等1个礼拜才更新1集，但 Netflix 说不，我们要把整季13集一次全部给你。这直接创造了一个新词 Binge Watching， 追剧爆看。观众像是上瘾一样，熬夜不睡觉也要一口气看完，这种爽感彻底改变了全球观众的生理时钟，也让传统电视台那种吊胃口的模式瞬间显得过时。从那之后 Netflix 就像打开任意门，什么都拍，什么都敢试，水准还很高，像是怪奇物语、黑镜、鱿鱼游戏、后翼弃兵，一部比一部红。 Netflix 也不再只是美国的 Netflix， 而是全球的 Netflix， 而他们也终于复仇成功。2010年百视达宣布破产，那个当年嘲笑 Netflix 的巨头正式被他们干掉。但这里有个鲜为人知的秘密，百视达其实本来有机会反杀的。在2000年代中期，百视达曾推出过一个叫 Total Access 的服务，允许用户线上租片，线下还片。这一招甚至一度打得 Netflix 喘不过气。Netflix 那年流失了大量用户，此时 Reed Hastings 甚至因为害怕，第2次跑去找百视达求和，想把 Netflix 的线上业务卖给他们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百视达的董事会嫌这个线上业务太烧钱，竟然把致力于改革的 CEO 开除了。新上任的 CEO 为了省钱，直接砍掉了反击计划，退回到老旧的实体店模式。这简直就是商业史上的自杀行为。百视达不是输给了 Netflix， 而是输给了自己的短视。不过故事还没完，真正的挑战是后来越来越多竞争者进场，接下来他面对的敌人越来越多。从2010年开始，全球的科技巨头、内容巨头、娱乐巨头全部看上了这块大饼。
Amazon 搞了 Prime Video，Hulu 背后有迪士尼 NBC Fox， 后来 Apple 也加入搞了 Apple TV 加，Disney 更不用说，直接端出 Disney Plus 这道大菜，手上握着漫威、皮克斯、星际大战，每一个都来抢你饭碗。Netflix 要怎么办？答案很简单，继续拍，继续冲，继续烧钱。Netflix 发现，光靠买别人的片永远比不过别人，那就自己拍，而且要拍得更多、更赶、更夸张。你知道 Netflix 一年花多少钱在原创内容上吗？2022年，他们光内容预算就超过170亿美元，拍到连奥斯卡都拿奖，连欧洲、亚洲、南美的影集都开始进军。但这一路并不容易。Netflix 其实长期处于被好莱坞霸凌的状态，传统电影界非常看不起 Netflix， 大导演史蒂芬·斯皮尔伯格甚至公开说 Netflix 拍的那些不算电影，只能算电视电影，没资格拿奥斯卡。著名的戛纳电影节坎城影展甚至一度修改规则，这就差点指名道姓的禁止 Netflix 参赛，理由是 Netflix 的电影不在电影院放映，这是一场新旧势力的血腥战争。但 Netflix 很硬气，既然你们不让我进圈子，那我就用钱砸出一条路，买下最好的剧院，请最大牌的导演，硬是逼得好莱坞不得不承认他的地位。而其中最让亚洲人惊艳的就是《鱿鱼游戏》这部韩国影集上线之后，全世界爆红，变成第一部非英语影集打进全球冠军榜，也让大家知道 Netflix 早就不只是美国制造，而是全球制造。不过问题也来了，第一个问题是竞争对手太多，各大平台都在抢 IP、抢导演、抢演员，甚至抢用户的时间，而且大家都开始学 Netflix 的模式。第二个问题是烧钱烧太凶， Netflix 过去靠订阅制赚钱，不靠广告，没卖周边商品，也没有电影院票房，但他每年都要烧几百亿去拍片，财务压力很大。尤其是在2022年，他们的订阅用户数首次下滑，订阅数下滑后，Netflix 股价在2022年暴跌超过 60%， 创下历史最大跌幅。华尔街原本把 Netflix 当作成长股明星，结果突然被打脸，引发恐慌性抛售。Netflix 也面对一个难题，要不要牺牲用户体验来满足股东期待？这直接导致他们后来开始加广告，禁止账号共用，但在策略上合理，但也让 Netflix 的好感度在部分用户心中大打折扣。这是一个超级警讯。你想想看，一个靠订阅成长的公司，订阅不涨了，那不就等于没路走了？这时候 Netflix 终于放下身段，开始转型。首先，他们推出广告版的 Netflix， 也就是说，你付的钱少一点，但中间会有广告， Netflix 可以多赚广告收入，这对很多用户来说反而是好事，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一直加钱。再来， Netflix 也加强密码共用的限制，以前很多人一家4口8个朋友共用一个账号， Netflix 直接出招锁 IP 加收费用，虽然引发争议，但从商业角度来说，他们确实需要找出新的获利方式。第三，他们也开始尝试游戏市场。你可能没注意， Netflix 已经推出了自己的一些手机游戏，虽然现在还没有很红，但他们很清楚，未来的娱乐不会只有电影跟影集，还有他们也在做线下活动，像是鱿鱼游戏的实境体验、怪奇物语的主题馆，这些都在尝试拓展周边经济。但在疯狂扩张版图的同时， Netflix 也面临着非常严厉的批评。首先是品质稀释的问题，为了留住用户， Netflix 采取了片海战术，虽然拍出了很多神作，但也产出了大量的雷片。很多观众抱怨现在的 Netflix 打开虽然全是新片，但往往刷了半天都不知道能看哪一部。其次是关于缺少灵魂的争议，很多好莱坞创作者批评 Netflix 过度依赖演算法，他们认为 Netflix 只拍数据说会红的题材，不愿冒险尝试真正的艺术，这导致很多作品看起来越来越像资料驱动的工业制品，剧情精准，节奏完美，但就是缺乏一点人味。这些批评虽然刺耳，但也点出了 Netflix 目前最大的隐忧，在聪明的科技终究是为了服务人的情感，而不是把创作变成流水线。不过面对这些争议和挑战，你说 Netflix 就要输了吗？也没有，他们的优势是全球化的演算法、拍片资源，还有品牌认知。很多人看串流就会先点 Netflix， 不管有没有好片，就先打开再说。这种默认第一选择的地位，是其他平台还没办法完全取代的。
而且你会发现，他们开始更聪明的投资，不只是拍大制作，也会找便宜但爆红的 IP， 像是日本的经济之国的闯关者，台湾的模仿犯，甚至还有找 YouTuber 改编成影集，尝试接触年轻世代。他们也学会用分区管理的策略，比如南韩市场请南韩团队主导，拉美市场就拍西语剧，尽可能做出在地化。你现在回头看 Netflix 的这一生，其实就像一场不断进化的冒险，从1997年的寄 DVD 公司到2007年串流转型，2013年原创影集起飞，2020后面对全球串流大战，再到现在开始跨足游戏，多元变现。 Netflix 没有一天是停下来的。 Reed Hastings 自己也讲过一句话，我们不是靠一次成功活下来的，而是靠无数次失败中活下来的。他说的没错， Netflix 曾被拒绝收购，曾快要倒闭，曾被笑视泡沫公司，也曾被批评内容泛滥，但他每一次都找到活下来的方式。今天全世界23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 Netflix 的用户，他们改变了我们看影视的方式，也改变了整个娱乐产业的生态。不管你喜不喜欢它， Netflix 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。在国外甚至有个专门的短语叫 Netflix and Chill， 当一家公司的名字变成了约会暗号，甚至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时，你就知道它已经赢了。这就是 Netflix 的故事。